哎，咱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大蜡烛。3年前有个很火的事件，北京 SKP 商场拒绝穿美团工服的人进入。这期咱就简单聊一下 SKP 到底有多赚钱，为啥疫情来了，奢侈品行业反而会更好了，以及咱每点100块美团外卖，美团又能赚多少钱？咱就闲聊啊。上周末我本来想跟个美食视频，结果周六晚上跟朱朝阳学了一晚上时间管理学，人家如何兼顾鬼混、瞎玩、抓生人饭、写日记的同时，一直考第一。然后周日身体比较虚弱，点了个外卖猪肚鸡，吃的时候刚好看了一视频作者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的 vlog， 看了翻美团的财报，也给大家讲讲他们的模式。首先是美团近期的股价，总市值已经12187亿了，7月10号收入约208港元。再这么涨下去，估计能创造不到4个月翻3番的业绩，所以今年美团点评是真挣钱了。那我看咱站内的评论特有意思，说资本赚的飞起，基层员工汤都喝不到，就是喝汤了碗还要帮着洗，洗洁精还得自己买。我自己注册了个美团骑手，确实有点这意思，也试着审核了一下，自带骑手装备的确实比较容易被审过，尤其是兼职类，一天给上1块钱保险，也不知道是啥险种，咱也不敢问，一个差评罚几百。那么美团从商家这里又可以赚多少钱呢？根据各个城市不同，抽成在20%到25%之间，也就是商家每卖100块的东西就得给美团20多块。当然，假设点外卖的人用了红包啊，商家一般要承担红包金额的50%到70%不等。虽然我不太了解餐饮业，但在这个模式下，现在餐饮利润真的是极低了。看这里也更担心餐饮行业食材的质量了，自己碗里的猪肚鸡、浓汤宝的味道也更香更好吃了。但实际美团的外卖业务确实就只交个朋友。外卖大战时先请大家吃2年，如今养500万骑手，还有一个关键的目的就是靠外卖持续的获取 C 端流量，然后靠酒店啊、线下娱乐、旅游行业赚钱。美团点评去年在这块的毛利率是 88.6%， 也就是人家每赚100块，成本连12块都不到。因为这些行业在点评上打广告也是相当猛的，所以大约在3-4年前，我有美团朋友跟我说，美团外卖在云南的投入力度相当大，外卖业务当时云南的业绩长期稳定在国内城市的前3名。我当时只觉得挺有意思，没想这个未来的酒店旅游业这层逻辑，现在明白了。人们之前都管美团叫线下淘宝，以为这次是来拯救线下实体，也不知道拯救的咋样了。当然这会儿大家千万别看我说美团利润高，就这会儿就去缩美团股票。我上面一些数据看的是交大高金的财报大神陈鑫老师的文章，学有疑虑的同学可以去看。最近我一直在找陈老师请教獐子岛的神奇之处，月末会做出来。那王兴去年还在饭否发状态，说有前辈告诉他，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不是开赌场的，也不是庄家，连玩牌子都不是，你们只是玩家手里的牌。这个意思大家多体会。也赠给大家一个王兴早期著名互联网4纵3横理论，圈内知名度极高，值得收藏保存。这里面的模式都是属于壁垒很强的模式。不过我最近还有一个新的感触，就是这个除了互联网，品牌对用户心智的占领真的也是个很强的壁垒。比如我晚上继续吃中午剩的猪肚鸡，然后边吃老干妈的腐乳边想，老干妈都把红油腐乳做的这么好吃了，香到爆炸，但在腐乳这个领域还是王致和是老大。如果打9.2分给老干妈，王致和我估计也就打个6.8，甚至我敢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老干妈有腐乳。这个还有，其实干煸肉丝味老干妈也很好吃，里面的豆子比经典豆豉味的还是不一样，干煸肉丝味里的豆子的口感要好很多。我们在打广告啊，如果这是广告，我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能收老干妈广告费的男人。刚讲这个纯粹是为了弥补一下割掉的美食视频，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奢侈品的品牌壁垒啊，越是疫情越看得出来，只要你是最贵的，那护城河是真的宽。比如茅台股价继续飞，爱马仕没事就涨价，越疫情涨得越多，主要现在利率太低了，利率越低，大家越爱买着保值。包括我敢跟大家打赌，到年末的时候，不让快递员进的北京 SKP 业绩跟去年比，有可能还会增加，跌也就至多跌5%。因为本来国内1线城市的奢侈商场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都保持着超高的复合增长率， SKP 基本一直是第一。17年卖了125个亿，18年135亿，19年153亿。关键是这类商业地产的模式很轻松，属于靠给奢侈大牌租金优惠甚至免费，然后以此提高其他店铺租金，和其他品牌韭菜的
的模式。这模式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可能想象不到啊，引入大牌前后租金能有几倍甚至10倍的提升。2004年上海的恒隆广场最先通过与 LV 亚太区最大旗舰店的合作，创造了这种玩法。那后来发展成给外国大牌既提供超长免租期，还给每平方米数万元的这个装修补贴。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我就不讨论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商业地产花式割韭菜的方法，也可以看我6月27号那期视频。我的历史视频只要播放在15万以上的，我都很推荐大家在假期看，每个都有我自己的思考。GQ 里面写到的这个 SKP 店庆时一定要卖够3万，要不就跟过来要饭一样。SKP 去年被热议了一回，这次的外卖员事件讨论的就更多了。13号凌晨的时候，我看到各种媒体就开始洗的稿子就有了。SKP 自己也发了避重就轻的声明，他们媒体资源确实太强了，但我依旧还是希望网民们都能懂点逻辑，并不是所有的约定俗成就是理所应当。我一直觉得要是一人送完外卖下班路过 SKP 就想进里面买个廖记棒棒鸡吃，没什么不妥， SKP 还真有这店。或者一个外卖小哥将收入攒了挺久，下班了穿着干净的外卖服去星级酒店吃个西餐，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人家穿的干净利整，因为是外卖服，有人觉得购物体验被影响了，那不是纯有病吗？关于场合得体区别对待这种话题，近200年不同的时代都讨论了很多次了，没啥好深聊的。但是视频最后我想给大家带来思考是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密度也许比50年前多了几万倍。如果我们依旧用旧的道德体系与观念，也会触发很多的问题。比如斯密说道德感源于对同类的同情，但有时人的同情感跟空间距离确实是个反比的关系。举个例子，你是个美国的大钻石贸易商，非洲的钻石矿场工人有多少福报，其实你也不容易有多大感受。但假设这个钻石工厂离你家门口很近，你可能会更多的去考虑劳工的问题。你要是个消费者，可能都不太爱买钻石了。当然，国内的巨无霸企业以及消费者也会面临这种距离问题。商场拒绝外卖骑手，也是因为不少人对外卖骑手有很多不好的直观印象，但确实少有人关心。美团市值增长，某种程度上也是靠占据公共交通空间与城市公共交通效率得来的。上海从18年到2023年，光地铁就能投入300个亿，还不包括别的交通建设。我不说太直接了，有人可以弹幕反馈一下。当然，最后我还是觉得 SKP 值得有一个诚恳的道歉，虽然这个可能性也不咋高，我也只能再也不去 SKP 买红油腐乳和干煸肉丝了。7月份我还会做中美教育、个人学习成长有关视频，喜欢的也可以关注我们，下期见。